一个国家的作战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军事战略、制度和后勤补给等方面，而军队使用的武器装备则更能判断该国是否能够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也正是因为明白这一点，一直以来世界各国的媒体都非常喜欢拿多个国家的军事实力进行排名。美国和俄罗斯就不用说，多年来都稳居世界强国前列的地位。中国由于军事发展越来越迅速，实力越来越强大，也占据了其中一个。久而久之，每当外国媒体对世界强国进行重新排名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排名前3位，并且不变的都是美俄中3个国家。但是现如今，网络上却对这一排名进行了质疑，扬言美俄中在世界的名次已经发生了变化。据悉，自去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让多数国家实力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国与国之间的差距也将越来越明显。可以说，各国对待疫情的态度以及应对方式体现了自身的实力。日本就以此为依据，对世界强国进行了重新排名。很多国家都非常认可该排名，截止到现在为止还未得到日本方面的验证。但倘若顺着日本的排名进行解读，或许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新的现象。例如，美国哪怕深陷疫情的危机，但仍稳居第一。不过，这样的局面很可能维持不了多久。不把民众生命当回事儿，国内社会分裂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就算该国霸主的底蕴深厚，也总有消耗殆尽的那一天。排名第2的则是俄罗斯，但日本方面却并不认同，认为美国第1没问题。但是第2名不应该是俄罗斯，而应该是中国。首先，经济总量，中国排名世界第2。近些年来，科技军事上多个尖端领域也已经领先英法德等国家，甚至是在领土和人口上也占据巨大优势。不仅如此，疫情期间，中国的优异表现，世界各国有目共睹，成为唯一一个控制住疫情、摆脱疫情且经济恢复最快的国家。中国的新冠疫苗更是让多个国家领导人亲自接种，一致获得外界认可。新冠疫情的出现，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中国的力量。伴随着我国在国际上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第一已然不是稀奇，谁抱紧了中国大腿，才是最令各国羡慕的。当然，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大部分的军事遗产，加上这些年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的发展，俄罗斯的实力不容小觑，要不然美国也不会将其视为头号劲敌。综合实力不是美国的对手，但我国人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不管是科技、经济还是军事领域，都会与美国拉近距离。不过，尽管近些年中国在诸多领域突飞猛进，成绩斐然，但是也不可盲目乐观，更应扬鞭奋蹄，稳步推进。中印双方
战斗方式上极其强调超视距能力。超视距能力主要依靠超音速巡航能力、超强感知能力、超远距离摧毁能力。其中歼20配备的涡扇发动机以及压翼设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超音速巡航能力。同样，歼20配备的三面阵相控阵雷达，该雷达的最远探测距离能够达到300公里，因此歼20感知能力还是十分强大的。最后便是歼20配备的 PL-15空射导弹。PL-15空射导弹最大射程可达300公里，这与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俄制 R-37空射导弹射程相近，因此歼20的超远摧毁能力还是值得肯定的。其实对比苏35和苏20，我们不难看出，苏35战机主要针对近距离战斗，而歼20则主要针对远距离作战。因此，双方在相互会面之时，我们能够得出近距离歼20不敌苏35，远距离苏35不敌歼20。这也就是为何我国在研制出歼20之后，仍然选择购买俄苏35战机。总而言之，无论印度方面究竟是否会引进俄苏35战机，我军都有能力进行应对。因此，奉劝印度方面还是好好研制本国的国产战机，因为只有真正依靠自主研制造出来的战斗机，才是最强大的战斗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权国家，美国一直对舰炮外交情有独钟。一直以来，美国都凭借着其强大的海军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其霸权主义。其中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美军的航母。随着中国不断的发展壮大，美军航母在中国周边的自由航行活动也愈发的频繁。美海军高层领导人也曾公开挑衅称，不惜发动战争也要自由航行，可见其对于航母自由航行的执着。那么，美军如此执着于自由航行的目的何在？这从美军航母战斗群的一个最新动向中，或许可以发现端倪。据悉，最近美国航母战斗群正在中国海域周边进行相关战法的探索，其中涉及的航母是艾森豪威尔号，其执行过多次实战任务，包括在伊拉克发动奇袭占领科威特时，率先赶到红海进行驰援，参与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其实战经验十分丰富。而这次艾森豪威尔号虽然不是来执行实战任务的，但是从其活动内容上来看，也与实战脱不了干系。分析人士指出，这次艾森豪威尔在中国周边海域举行的训练演习活动创下了2个首次。首次在海军训练中加入海军特种作战部队，此举是为了增强对实兵、虚拟和建设性训练装备的使用。而另一个首次则更加值得我国警惕，在这次演练中，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首次将北约盟国元素纳入其中。具体的执行计划为，美军航母战斗群在位于伦敦的盟军海上司令部的支援下，一起执行打击任务。结合之前英国皇家海军方面公布的消息来看，这样的动作更像是一次实战预演。据此前的公开消息显示，英国皇家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将会于今年晚些时候部署到中国周边。届时，其或将搭载40架 F-35B 舰载战斗机，与美国航母一起协同配合。除此之外，美国的其他北约盟友也都蠢蠢欲动。不久前，法国就向中国周边海域派遣了1艘潜艇和1艘战舰，并声称此举是配合美国的考量。另外，德国也进行了表态，称为了加强同美日澳等国的合作，德国将计划向印太地区派出1艘护卫舰，用来执行巡逻任务。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德国仅只是派出了1艘护卫舰，但是此举在北约盟友看来是德国加入到围堵中国计划的直接证明。从这样的局势来看，美军的这一场演习并不简单，它似乎预示着未来中国周边的局势将会更加复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将会更加加紧对我们的围堵遏制。对此，我们不得不加以警惕。